好玩不好玩？哎呀，我天天都是这些好玩的人们，我怎么弄啊？一天到晚的，但是很开心啊！我也不抽烟，我也不喝酒的，天天就指着看着他们了。你们看我乐，我看他们乐。喝不了酒，现在20来岁的时候喝酒喝得还挺凶，那会儿也不怎么着，闲着实在是没事干，也没演出，也没地儿挣钱去，一天到晚的净剩喝酒了呗，喝的还挺多啊！我喝酒主要是一出汗，哎，今天这酒就算没数了，多少人我给你喝躺下，没事儿，我想那会儿在家要自己吃饭哈，一顿我还能喝1斤白酒，啊，真的，这有时一天在家待一天，哎，中午晚上我能喝2瓶白的，但是后来又想了想，也没觉着酒有多好喝，我闻着也不香，我不喝我也不馋，所以后来家里人都劝我，这什么时候是一站？我想了想，不喝就不喝吧，就撂下了。这一撂下，这现在也真是，他们说这玩意儿也得练啊。你看有时候现在吃饭，他们谁喝酒，您来一杯吗？我说我看着就怵头，我闻一下，我觉得恶心。就是这一撂下，时间太长了啊，不喝吧。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喝完之后有什么好处？包括喝啤酒也是，20来岁那会儿还喝啤酒，有时候夏天天热，喝那个带冰碴的，咕噔咕噔喝，喝完也胀得很是吧？一走道肚子咣当咣当响的，怎么个没法你说说啊？不理解。包括那会儿我唯一去过一次酒吧，你看这玩意儿，90年代在北京有一朋友，他一大帮人吃完饭走啊上酒吧，我说都吃完了走玩去。到那儿看他们坐那儿喝酒，我这个有什么意思？跟那玩牌、掷骰子，还唱歌，哎呀，把我闹得都不行了。我这地儿想挣我的钱，势比登天，没有意思啊！喝酒，我有一朋友喝酒就喝坏了，啊，他叫东子，叫东子，北京人，那个酒喝的，哎呀，你看这玻璃杯，这一杯3两吧。差不多3两啊！每次一见面，这一桌人啊，他一进门先来这个，我来晚了。谁问你了？你这是不是谁问你了？怎么你就来晚？晚就晚了呗，坐着吃饭呗。我来晚了。前几年看他喝还挺冲啊，后来之后就觉得状态不对，好几回哗这杯喝完之后啊，5分钟他就出门上饭馆门口去了。我跟出去看，好家伙，吐一地血。我说你不能再喝了，你要再喝就坏了。我们有一朋友就说他说你要这样喝，你都活不过40去。只要一吃饭就老说他这句，他也不听，照喝不误，就爱相声，爱听相声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天津有一个相声老前辈，艺术把他勾引住了，哭着喊着要跟人学相声。我说你学不了相声。你那个嘴，哎呀，这嘴里有棉裤，你知道吗？你哪能学了相声去？是不是？我说你，别费这，不必须要学，啊，人这个相声老前辈天天给他开道，啊，你得花这个钱，你得花那个钱，花钱如流水一般。后来有回伤心了，就是上天津去，他上老爷子家里去，他胖啊，上人家厕所方便，钱包掉到地上了，他也没当回事就走了。到天津站一摸口袋，钱包没了，又赶紧回来。这老先生说什么不承认了，他站楼底下痛哭一半，打这起就断了来往，不来了，啊！但是酒还是这么喝，每次喝酒，大伙儿你这么喝吧，你活不过40岁去啊！后来啊，喝酒就死了，死的那天是39岁的最后一天。咱们不是封建迷信。咱们就事说事，这是我亲眼得见的事情。我们只能说，天下的事难说得很。人对宇宙的理解是5%，所以很多事情是未知的，不是宣传迷信啊，不是说什么。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词，叫一语成谶。啊，他死这天，40岁的最后一天，活到转天，他就活过40岁了，就差这一天。我90年代认识一个朋友，海淀的老曹，啊，老曹我们一块儿吃饭，
哎呦，我老曹，你这状态真好，红光满面，红光满面，这个寿星眉，这眉里边长出几根了，这叫好；眉毛里边长出几根叫好，代表长寿。大耳朵唇，哟，我说老曹，你真棒！你看你这馅儿这样，拍戏多好看，啊！关键你这整个这气质，你这是长寿的相貌。哎，不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我最不相信封建迷信，啊！我也许今天晚上就死了呢。你看，转天来信儿，当天晚上死了，心脑血管，当天晚上没的。你说这个玩意儿，一语成谶吧？不是封建迷信，各位啊，咱们就事儿说事儿。你包括我师傅侯耀文先生，去世前啊，这个我们还在天津录像，完事录完像，他回北京带2块手表。先生您干嘛带2块手表？我没日子戴了，这是他的原话。死之前吃炸酱面，搁那些个酱，咸了，您搁那么些酱，我没日子吃了，去世了。啊，人要有敬畏之心。为什么说过去人讲究家里要供着一块天地君亲师？因为人是最渺小的了，不要随意的就不信这个不信那个，你不能逮什么信什么，你也不能逮什么不信什么，人要把心放在这儿啊。好几位现场的观众脑袋上还戴着一个发卡啊，老郭有心翻，哦嚯，好，谢谢啊，有几个小姑娘晃晃脑袋，很可爱啊。这边这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们就别跟着。你说这玩意儿是热情，我要因为这个吐了，你说咱这活还干不干了啊？谢谢各位吧，又到了说书的时候了，很开心。我又要说那句话，就是我一坐在这桌子后边就很感慨。您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，哪一路的高人都有，其实谁都比我能力大。我老说我就是一个废物，说书唱戏说相声，除了这3样干什么都不灵。你是哪儿说理去？您是男神。哦，好嗨啊！大姐夸我，说我是男神呐啊，太棒了啊！那个你今天有没有时间？我们去吃个饭好不好啊？我就是这么一说，你就这么一听就行了啊！我不爱跟人吃饭，我特别怵头就吃饭。他们还给我起个名字，说我这个状态叫什么社交恐惧症。我想了想，我也没有什么恐惧的，我就是不愿意。我因为这个没少得罪人。出去演出去，你看我们的演出合同上有一条，严禁安排跟外人吃饭，多么的不近人情。所以说私下里的郭德纲没有意思。出去演出也是，人家想的挺好啊。之前有演出方一定得跟您吃饭啊，他是不了解我这个人格色啊，这还算不错，我没翻脸就算对得起他了。净得罪人了，所以以后有吃饭的事儿找于谦于老师，那是专业吃饭的。现在你们可以找郭麒麟。呵。我们家那个酒啊，都让郭麒麟一人喝了。还有一些出去拍戏去呀，组里那个老艺术家们，大伙儿都喜欢他呀，还有懂事儿啊，就愿意拽他喝酒去。郭麒麟他们自个儿说，郭麒麟一喝酒没完没了，而且就怕这喝的12点夜里边1点了，咱们收了吧。郭麒麟就急了啊，他特别喜欢那个喝酒聊天的状态，他喜欢这个。所以说我说我们家这点酒都让他一个人喝了啊，挺好。人得有点爱好啊，也得有点事儿干，就跟我唱戏似的，唱戏就是我的喝酒，就是我的抽烟，这不挺好吗？当然说相声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爱好，站台上说相声这种快乐是你们了解不到的。你包括于老师站在旁边啊，其实让我挤着他是最大的快乐啊。你们都认为这是逗着玩，但其实不是啊。但是你不站在那个位置上，你又不理解，你们会纳闷这人疯了吗？天天让人挤着着，这个快乐。这个你等有机会要干了这行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了。当然这个机会不多啊，先让于老师替你们开心吧。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但也是最难的了啊，因为他人人都会说话，你通过说话还得卖钱，还得养家，这就不容易了。
掐指一算，这一回头干这玩意儿干了快半辈子了。如果再能从头来一回的话，我可能不干这行了，太难了呀，多不容易啊！磕头拜师，当然我们拜师是没磕头啊，我收徒弟也没让孩子们磕过头啊。你看，你上网搜去，磕头拜师是个形容词，在旧社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。说相声，我们管这个叫什么？叫摆支。拜师的仪式叫摆支，摆下酒席，让你们吃完之后好知道我们是师徒，所以它叫摆支。一般来说，说相声的这个仪式呢，要请算卦的，请变戏法的啊，请什么就是相关的行业吧，请这么几家唱大鼓的，大伙儿聚在一块儿，让江湖人都知道。哎，这徒弟跟这儿得磕头，那个看好多老回忆录，那说相声磕头就这一顿饭磕下来得磕晕了，这磕着那老先生还得喊让他磕，让他记着，记着什么呀？记着你说相声了，这是老规矩啊，中国人讲究这个。但是我收徒弟这么多年吧，从2000几年收徒弟啊，我收徒弟第一也没摆过酒席。啊，除了当年我师傅活的时候，何文先生活的时候，他提出来了，得收这几个徒弟啊，收罗云平他们那会儿，那是第一次收徒弟，这得请客吃饭，啊，因为我师傅在啊，请大伙儿来吃饭，就那一次有酒席啊，那之后我收徒弟再没摆过酒席，我说咱犯不上，对不对？就跟石富宽先生收于谦似的，俩人没有这个摆支的仪式。谦哥说过多少回，师傅咱们这摆支，咱们请大伙儿来。石先生就说：“别费那劲了，我承认你，你承认我，咱们爷俩好好的就得了。”石老爷子人想的周到，我后来我也没有。我说你这花这么多钱，请人家来，大伙儿吃完出门还得骂咱犯不上，是不是？我说就别去了啊。所以从2000几年，我收徒弟都是在舞台上，同着现场的观众，你们一鞠躬就得了。孩子们多少花点钱呢？准备点礼物，因为还有银保带呢，饮食保食带师啊。师傅跟徒弟之间有这份心，这就比什么都强了啊！当然了，也不能说收完之后就徒弟都好，这也不可能。你孙膑、庞涓还是一个师傅呢，最后不也弄得你死我活吗？那也不赖这鬼谷子有什么教育方法有问题，人这东西很难说啊。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对我来说，你说能说书能唱戏，这就挺好。平时在家待着，我看看书，有时写字画画，我那个字儿也瞧不得啊，就是胆儿大呀。我的写字画画纯粹是为了练胆儿，我心里是最有数的啊。哎，好看什么呀？你们捧我那是啊。当然了，就有时候咱也说啊，你看人家那个从小4岁5岁，人家那个临帖的那些位啊，一笔一画那么练好几十年，那个字写得多棒。画也画得好，弄完之后现如今搁到马圈200块钱一张，你说这没法讲理去啊！好多大书法家，我有时上那儿卖画那看看，哎，很感慨，人的名儿树的影儿。你要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吧，他愿意买点有知名度的，搁在墙上挂着也好说话是吧？你非得说大书画家张三，他没人知道啊，非得是那于谦老师，你看人家画这烤串多好是吧？不讲理呀！你说这玩意儿，我们那个字儿那个画根本就不值钱，要是不往上写，那纸还值点钱啊！我都觉得快对不起造纸的这帮人呢。哪说理去啊？我努力吧啊！这个写不好瞎写，也比出去惹祸去强啊！愿意画画，愿意写字儿，有时候愿意种菜啊。我也不是说整块的开30亩地种菜，也不是啊。哪怕家里边吃白菜，切下那白菜头来了，白薯，泡点水，山药，我就挺喜欢这个啊，挺开心。我有一朋友那年还问我，那什么，你这香椿苗要不要啊？你看，我还挺高兴啊，知道我这毛病。香椿，不知您哪位喜欢吃香椿啊？好，谢谢各位啊，擦擦口水再说啊。好像你看天津、北京啊，什么河北还都吃，爱吃香椿。香椿你看春天啊，一发了芽儿，炒鸡蛋也行，吃面条也成。有的时候院里，比如真的谁家树种的好，多摘点拿油把它弄完之后，连油带香椿，大瓶装好了，能吃1年，啊，挺好。香椿，
所以我那哥们儿问我你香椿苗要不要啊？我说要啊，好，我给你送去。他还不在北京，人家啊在河北省，开车大老远的往北京给我送2棵香椿苗来，给我感动坏了啊！送来了，搁在院里那儿吧啊！我说你赶紧歇会儿，不还有事儿，赶紧得回去。感动坏了，那好哥们儿啊，走吧，他走了。我一看这香椿苗啊，这是臭椿呢，这是。你这玩意儿，香椿、臭椿它不一样啊，这是2种植物，一个叫香椿，一个叫臭椿。怎么分呢？你就看它那叶儿就知道嘛。香椿的叶儿是双的，臭椿的叶儿是单的呀。你就记住了啊，分辨不出来。香椿哈，这棍儿吧，它这叶儿是对儿长，一对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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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它是偶数，它老是俩的。这个臭椿是奇数，俩长到这儿，它上面准单独出一个。你就看这就一眼就瞧得出来。怎么分辨？你不用分辨别的，你就看当间这是不是有一个，就这儿单支出一个叶儿来，哎，它是这样的，明白了吧？你说书容易吗？带植物知识普及的啊，就这样的，它就是臭椿。你这事儿闹的哈。我说那怎么办？大老远送来的哈，院外边找一旮旯也种上吧，好歹是条性命啊。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呀，大老远来了，我就种外了，还长得挺快，那玩意儿长挺快，还长挺高，我就忘了。1年后有一次，这哥们儿打电话说什么事儿？说完之后，那个你香椿怎么样了？啊，我说种上了，挺好的，谢谢你，咱没好意思说，不合适。哎，对，那特别好。那个我也种上了啊，我们一直吃来着。我说你那个跟我这给我那是一回事吗？对，一模一样的，4颗，我留了2颗给你2颗。我说你种哪儿？种我们家院里头了，长得好吗？长得特别好。啊，我这个你真吃了，天天吃。你怎么吃？就摘下来，然后泡一泡，有时炒菜，有时做汤。今天我岳父还弄那个吃呢，我都没好意思说，他吃1年多了，你这玩意儿，啊，你这就没法讲理去啊。这对机会还得告诉他啊，好在吃不坏是吧？这个香椿是个好东西啊，吃面吃什么，到这季节是非常好的啊，这就是我的爱好。我那个白薯种的也特别好，啊，我去年冬天种的白薯现在还活着呢。啊，我那个山药种的特别好，整棵的山药，有时候买的多，家里边剩2颗没吃了，搁那搁着，过些日就长毛了。哎，找一个瓶子，搁点水，搁在窗台上，它能长得特别好，顺着窗户那么爬，啊，有意思啊，这就是个乐趣，这就是个乐趣。别的没试过，我离着农业学家还远一点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工作哈？没有。我一猜就是，但凡有工作，谁坐这儿听我这儿瞎说呀？各位都是有文化、有文凭、有身份证的人啊，这是您各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。郭德纲水平一般。尤其中国评书界比我强的有的是，会有的。朱砂没有，红土为贵。啊，我就去干这行，都是记问之学。啊，你说相声、说书，这都是慢慢的学，哪有说谁多大能耐？顶多落一个勤奋，把别人喝啤酒的时间用在吃早饭上。但是呢，看书是很重要的，我还是比较爱看书。我16岁离开天津到北京来发展，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，就带着拿纸箱子装的书。在北京落魄那么多年，这书是越买越多，无论搬到哪儿去，这点书没丢过，一直跟着我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这么些年也没找着黄金啊。但是呢，
很开心。我觉得看书真是很长知识啊，人嘛，无论哪一行哪一业，其实都离不开记问之学。这个词儿，有的人谦虚，哎，我这没能耐，我记问之学，但其实能做到这2点不容易。谁的知识不都是这么来的吗？第一，记就是看书啊，拿过这书来，哦，怎么那么回事？看完了他就记住了。问呢，就是找高人呗。您看这我没明白，您给说说吧。谁的学问都是离不开这2样，除了这2点，您告诉我还有什么求知的渠道？第一就是问，第二就是看书啊，记问之学。当然，我们这行还是需要老师点拨的，因为说书唱戏说相声离不开老师告诉你，因为很多经验，很多舞台上的东西，那个是书本上出不来的，必须要拜师。这就是拜师的原因。为什么我们管师傅叫师父啊？你看有人说师傅，这是错的。好多这个人家写字一写的跟那个厨师那个师傅一样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你修车王师傅、李师傅，那鞋底子赵师傅啊，炒菜孙师傅，这都可以。但是我们这个艺人，师父、师徒父子、天地君臣呐。为什么说尊敬师傅要像父亲一样呢？你父亲生你养你了，这师父呢，他教你吃饭立身的本事，那是他一辈子积攒下来的，有这个你就能活一辈子了。所以说像你父亲一样。为什么我们这行尊重师傅是这么个原因啊？当然了，这个不同的位置、不同的见解啊，也有好多人说，但这个很难讲啊，一个人一个活法吧，不重要。我说书的师傅是金文生先生，我京剧的师傅是赵林童先生，我相声的师傅是侯耀文先生，啊，这3位先生啊，这是我在册的3位恩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老师也都教过我，啊，你看我们这行很奇怪，你比如说唱戏，一个人能衬好几个师傅，你很奇怪吧？您看，哎，著名艺术家张三，你看他的简介。他的师傅啊有多少位？因为京剧来说，他有的时候这个师傅可能就教你3出戏，剩下那2出是这个师傅教你的，所以人家允许。那说相声没有这样的啊，除非是特殊原因，也不是没有。这老师然后岁数大了去世了，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师傅，也是可以的，啊，同行也都认可，啊。侯先生其实我认识的时间。并不是很早，不是从小就认识他，侯耀文先生，这大家都熟悉，啊，很可惜啊，去世的时候才59岁，英年早逝。这个岁数的相声艺人在舞台上，其实是最好的时候，经验、火候啊，对舞台的把控都是最好的。他活着那会儿啊，有一年算卦，有人给他算卦说你能活93岁。他逮谁跟谁显摆，啊，还特意告诉我，你得把身体弄好，因为我得活到93岁，啊，这万没想到啊，这个老天爷不疼个人，59岁他老人家去世了。我后来就问我说，你们找着那算卦的，咱问问他。结果他们说你别找了，他死在侯先生前边了，啊，这真事儿啊，你说哪说理去这玩意儿啊？侯先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乍一接触他的时候都觉得哟。太厉害了，你看他多横啊！但是你接触之后，你就发现，哎呦，这个人很单纯，他简直就是一个小孩儿，他身上充满了很多童真，是这么一个人。你看我们出去演出去，我有一年在广州一块演出去，他出去逛玩具城去。你说这么大一侯耀文先生，他逛玩具城，他买小汽车遥控。然后叫演员们到舞台上走台，大伙儿都上午的晚上演出嘛，下午上台上走台去。他躲在那幕后头，把那小汽车搁在台上，拿着遥控啊，挨个撞你的腿玩。一看就是他干的呀。一会儿打幕后边出来，乐得跟什么似的，高兴，很单纯。有一天夜里边在外地，他跟我商量，哎，你说我要是明天早班机赶回北京。提着包出现在铁路文工团，他们是不是得吓一跳啊？我说那管什么呀？啊，好，那算了，不去了。特别可爱。
团里开会，跟好多相声演员，他因为作品，因为什么，他真着急，真是拍桌子跟你着急。这儿拍完桌子说吃饭去，马上就搂你肩膀，走吃饭去。刚才那茬他就忘了。他是这么一个人，很单纯。最早的时候呢，他住在北边，我住在南边，从我那儿到他那儿得1个半钟头。啊，有时候不好开的话，就这2钟头。但他对我是真好，有时候经常我那儿饭都得了，他这儿打电话，快来呀！啊，吃饭来，我做好了。我这撂下筷子，赶紧往他那儿赶，高兴。啊，跟我实话实说，我真是觉得，为什么他去世的时候我很伤心呢？就是这么多年来，在说相声堆儿里边，曲艺界、戏曲圈唯一一个跟我没撒过谎的人，没有瞎话，就是侯先生，这个很难得啊。当然，他跟其他的徒弟啊、朋友，他有时候跟他们也斗，因为他一个人他住的这个北边嘛，那会儿来说北边不像现在似的这么繁华，那么大一个屋子，他又是寂寞，他胆小，就是老往家里叫人来，快来呀，海鲜，吃海鲜，大螃蟹。你想跟说相声说这个那还了得呀？说相声的这帮人流着哈喇子就都来了，啊，这一进门他告诉我煮挂面吧，这是经常的事情啊，他就。这么一个人，胆小，啊，从来也不到医院去看病人。他不去，谁有病让他上医院探望，不去，不是对你有意见，是害怕医院。第二是从来不去火葬场送人，害怕。啊，他去世之前几个月吧，将近半年吧，他一直闹后背疼。其实咱们现在知道，如果那会儿去检查的话是没问题的，啊，后来不是心源性猝死吗？啊，那会儿他就觉得是。颈椎后背一进后台，快给我撵一撵，大伙儿挨个给他撵啊！但是没想到，最后落了这么一个结果，59岁，要活了现在，他得多开心呢，是吧？麒麟剧社他不得天天上那儿唱戏去啊？国家菜他不得上那儿霍霍去，是不是？啊，上哪儿去他得跟着玩去，哎，就是希望他在天上好吧，能看着这个行业能越来越好，就很开心了。看好多人我很眼熟，啊，这一看就是在棚里边跟过我好多年的热心观众们啊。来的时候那些位都是小姑娘，你看现在啊，谢谢这几位大姑大姨的。说书啊，混个人缘啊，有时候未必说的那么准确啊，但是您各位呢捧。支持我这瞎说，您还挺爱听，得了，也就是您各位不跟我上吝，因为不管是说相声还是唱戏还是干这个，其实就是拼个人缘啊！我喜欢你怎么都对，瞎说也爱看，唱了那玩意儿没板了、凉调了、忘词儿了，我们就这艺术风格啊，还喜欢。他要是恨你怎么都不对啊！郭德纲唱了戏不对。啊，这梆子味儿的、评戏味儿的，这个味儿那个味儿的呀，不爱听，正常。凭什么人们都这么爱听你，对不对呀？很正常。现在这个其实还挺好干的啊，为什么呢？观众素质也高。你要过去有时候你现场有的时候你要惹了观众，那这个戏没法唱。啊，我印象很深，当年老先生也聊天，有些个杂志上啊。回忆录也说过去的艺人不容易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从潜意识里边，其实对艺人他没有这么尊重，并不尊重你这个行业。当然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行内讧厉害，啊，天天自个儿爱打架呢，可不招的人就不爱看你们呗。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观众呢，有不同的地方处理方法。为什么过去那个京剧大家到外地去演出，第一站是上当地的票房呢？每一个地儿它都有个票房，京剧爱好者们在一块儿，一般这个呢都是当地的富商有钱的人，哎，爱京剧的坐在一块儿。你不管你多大的京剧大老板，你到这儿来也得上这儿拜码头，上票房来跟大伙儿一块儿唱两句，聊一聊天，吃个饭，让大家觉得你是自己人，人有见面之情啊。他跟你一块儿待会儿，他就不骂你了。你看这过去这个老先生们，人家聪明就在这儿。你要不去，他唱的还没我好呢啊！你凭什么捧他呀？
但是你跟他拍拍肩膀，一块俩人撸个串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你就是自己人了。自己人怎么都是对的，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啊！跟观众其实就是个过日子，就是个过日子啊！当然有的时候唱戏，有时候有的事儿，我印象很深。你看其实我最难的时候都是唱戏那会儿最难。有人老觉得郭德纲说相声那会儿不容易，说相声一会儿就很容易了啊！我当年唱戏的时候，就是天天的台上台下、前台后台很多事情。你比如说，我们那会儿我在天津的时候，80年代末在天津唱戏，那会儿都是小班啊。所谓小班，就不是专业院团，10几个人、20几个人租一份衣箱，我们就唱戏了。什么周边郊县庙会我们也去，村长家过生日我们也去，给钱就唱呗，8块钱、6块钱唱一场。那会儿馒头1块钱6个就能养家了。那会儿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小班之间互相的争斗。啊，我们这叫什么？这美丽评剧社啊，人叫漂亮帮剧团，类似吧？其实难的就是剧社之间互相的争斗啊。你说天下的事哪儿说理去？是不是？不重要啊，这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啊。所以后来说了相声，在这里边，那不叫事，你们比唱评戏这玩的差多了啊。这个你不能让你们猜着。猜着之后，你们就不佩服我了啊！这就是演员跟观众之间这个斗智斗勇。说书还好一点，尤其说相声，你说差不多了，铺垫这个包袱，要让观众猜出来了，他马上就觉得你不行。你能站台上看见观众那个情绪，马上就撇嘴。要带着女朋友，那更得意了，他要说什么什么。哎，你张嘴一说，跟他说的一样，好家伙，这主得飞起来咬人，开心呢。人家对，花钱听你，凭什么你的智力啊、能力啊、表现什么的不如人家？那人家自个儿就说了，干嘛听你呀？所以说，艺人得要求上进，就在这儿了啊。好在您各位听我这么些年了，跟我也不上吝，不生气。我也怕你们有时候老说我这不对那不对的。对，还有人捧我说我长得太帅了，就我花钱了，知道吗？这都是我安排的托。谢谢各位吧啊！这大哥说想我了啊，这些个姑娘都没说，他说好，你们想那大哥吧啊。这个干这行啊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缘，有人缘了就有饭缘了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不要跟自己较劲啊，尤其是不要跟观众较劲。好多同行没活明白就在这儿。我老说观众里边藏了卧虎，你知道人家是干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要以一个平常心跟各位交朋友啊。你把这个状态做足了呢，咱们一块好好的玩耍啊，岂不是很愉快？是不是？但我现实生活中，其实我朋友倒不多，真的还没有您各位跟我玩的这么开心呢。这朋友得来往，我不跟人来往，谁跟我玩啊？出去喝酒去，我也不去，我不如于老师他们啊，也没人找我喝酒。当年就是张文顺先生那会儿老找我喝酒，啊，那90年代末，张文顺先生还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常听相声都知道。德云社早期的我们的元老张先生，啊，肩膀呗。我后来问过他，我说你这肩，你上医院看过没有？是不是真有问题？他说没有，他说就因为小的时候啊，在曲艺团学员班，他说我们有一个老先生，老歪着肩膀，就那会儿小，他说这太帅了，觉着。啊，他说那会儿我们有意无意就学，好，这一学一辈子下来了。你看，好多人都以为他肩膀有问题，其实是真没问题。这就是一个习惯动作，你说哪儿说理去这玩意儿？啊，那会儿他老找我去。当年我住在这个北京右安门那儿，开阳里边我在那儿住过啊。张文顺住的这个武胜，知道武胜那儿吧？哎，劲松往那边去啊，住那儿。他老找我来，有时候带块酱牛肉，哎，拎着几瓶啤酒就来了。
坐那儿聊闲天儿。就是我们俩人，爷儿俩很投脾气，很投脾气。他小的时候在曲艺团学员班，那会儿来说，他比其他的学员呢岁数还大一点，所以拿他当大学长很好。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谈恋爱，啊，他在曲艺团谈恋爱，然后团里找他说这个不允许谈恋爱，可他那会儿因为比别人都大嘛，他说我这岁数应该谈恋爱了。团里这领导跟他聊了几回，最后他不干了啊，就这么着从那儿走。之后这一辈子又做生意又干什么的，包括到后来80年代前门大街改造啊，好多工程都是他干的。他一直做生意。他小的时候他们家也挺有钱，前门大街大石栏那儿有一金店，啊，金店是他们家的。他在家行三，所以那会儿说金店张三爷说就是他，啊，人很好，我们爷俩关系也不错。我还看有自媒体，还对我得说这事儿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自媒体说张文顺好家伙跟郭德纲这些年不容易啊，把家里的多少钱都投到这里边来了，这我得辟谣，他没花过钱。他就是买啤酒，他花的钱啊，他还吃我饭呢啊。但是我们俩私交是真好，他这人绝顶聪明啊！你看我们在前门在广德楼演出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孩子上我们这儿也学相声啊，还挺灵，但后来这孩子有问题，弄3天不来5天不来，咱不知道干嘛去了。再回来呢，就满后台的借钱，借了也不还，也不怎么，咱也不知道，也不好意思问呢啊。有一天借来借去，他就瞄准了张文顺了。张文顺在那儿坐着，这孩子过来，张先生刚说一张先生，张文顺抡圆了给自个儿一大嘴巴，啪，给他还吓一跳。哦，您怎么了，小子？你说我是不是缺心眼儿？啊，我今儿临出来的时候，老伴儿让我带钱包，我竟然没带。这孩子打那走，后来就不再来了。后来我跟张文顺聊这个，我说你太聪明了。张文顺说这个我们家有一对联儿：杀父之仇我不问，夺妻之恨咱不提，横批别提借钱。啊，我说真事儿，我们很好，我们除了不过钱啊，我们除了不过钱，我怕他自个儿打自个儿。但是我们俩人真真正正的算是忘年交啊！你包括后来。连他的闺女呀，包括外孙子呀，啊，妥善安置。哎，我就是非常念我们俩人之间这种交往。那会儿来说，张先生有一特点，张先生会看相，会算卦，会这会那个啊。他去世的时候，好多同仁来吊孝祭奠他的时候，在灵堂有一相声同仁，有一师哥就跟我说：“张文顺啊，好经典，好经典，就是算卦有手艺啊。”他这一辈子最会看人，他就看准了一个人，看准了你了，我特别的感慨啊！这一晃，张先生也没了多少年了啊！哎呀，得了，改天再细聊他吧啊！说的人心头很感触啊！